大家好，今天是9月15号，比特币经过一天的下跌，现在又是遇到多方抵抗，收了一根十字星，十字星也是代表这个位置有可能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在这个位置多空是非常的焦灼，空方打下去就有多方的力道在这边护盘，包括4个小时里面现在也是出了一个多方的吞没，包括美股现在也是有遇到拇指线的多方抵抗，以及4个小时的威廉指标，下一次的买点50的买点我们要怎么来判断？包括以太坊马上是升级倒计时，短期以太坊有没有上涨的可能性？今天也来做一个探讨。那我的观点是，你不然去观察一下这个19500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防守位啊，这一个区间你如果要做多，防守止损1%。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并 OK 永久返佣20%，或者是 Bybit 新的邮箱注册，不用验证啊。我们来看一下盘面吧，盘面它这个位置19500就是前一波我跟大家讲过的这一个平台整理区，你破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整理1个小时，当时是有一个杯柄的形态，但是有跟大家讲，如果是过了19500是空方最后的防线，那现在这个位置是多方最后的防线啊。昨天这个下影线的低点，其实收十字星影线这么长，也是说明这个位置估计多方不想让它下去，那到底是在干嘛？我们要观察一下，就这20天以来的一个成本，它其实现在的行情是焦灼在这个我们散户生命线的这一条线上，那我们就要观察一下这20天以来的成本现在是在哪个位置啊？今天已经来到这一根了，明天开始基本上20天的成本都在这一个片区的焦灼区。那当时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区间你破位如果能再返回到19500，那说明这个位置就是主力在吸筹，所以可能来到这个位置就是说明19500主力想守住这一道防线，所以我给的点位是你尽量去19500到2万美金这下方的区间去观察一下还有没有买点，它有可能在这个焦灼20天的一个成本就是为了等待是不是要再蓄势，可能还是在吸筹，包括这个大量跌的话，按道理正常的下跌，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你正常的下跌你应该是重心破的时候，就是每一天的收盘价都是在下移，不是走了一根马上就进行了一个多底。包括4个小时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现在是4个小时高档的时候有一个吞没，确实是当时也是没想到啊，这一波又是在坐电梯，也是没有想到压力，我也想早知道在这个位置把多单先平的话在这个位置再接多单，但是有时候短线确实是没办法，就是说预测的会这么准。我是预估是看能不能在这个位置整理一个区间，没想到是美股那边包括那个 CPI 一下来，市场就下成这样子，直接跌到这个位置。那短期在这个位置除了一个多方的抵抗也是非常的明显既然有多底的话，我的观点是包括价格是在破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哪一些指标有背离。其实从 KDJ 跟 MACD 是没有看出来有背离它也是重心在下移，只是这一个柱现在是在收了。那最短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 WR 指标昨天在这个破地的时候，指标是有破地，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它如果是要大涨的位置，有可能这个位置也不一定会大涨，它可能还是在整理目的为了什么？4个小时的20的成本也要来到这个位置，然后你把这个4个小时20的成本拉到这个位置，下一次我们去观察一下，参考前一波的位置，就是它如果在这个位置整理，现在是先观察能不能回到80下方，比如说这个位置，它是在从这个位置开始回到80下方，因为开始回了嘛，整理的时候你观察一下这个位置的买点，这一个黄色的线瞬间破50的时候，就是来到多方的强势区，从这个位置开始，当时给大家讲嘛，有可能19500突破的时候，你一定要空方防线就是在这个位置，甚至经常去追多，所以现在的这个位置没看到它这条黄线来到50附近，如果下一次整理到位，重要的4个小时里面的右侧买点就是在这个位置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1个小时的丝绸线，其实这一波确实我也是没想到会这样子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一般正常的一波上涨走势，你如果要进行一个转势的位置，它正常都会好几次去测这个60的这个丝绸线，
这一次是都没有啊，直接瞬间就破。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前一波，所以有时候短线我个人也并不会准啊。最近我的思路就是跟昨天讲的，尽量低点买的话，我是想着看能不能报一个长线，因为如果在低点一直做短线，真的哪一天起来的时候，就怕失去手中的筹码。比如说这一波上涨的时候，它也是多次测这一个60的丝绸线，这一次也是测到最后，最终是有一个扭转向下的一个趋势啊。那现在既然已经下来的话，我的观点是，就类似4个小时的，可能这边也是需要整理啊。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股，美股其实昨天也是收了一个拇指线啊。我昨天是有提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标普也可以啊，它这边也是前一波的低点，这边有一个算是一个 W 底或者是矩形的一个底部啊，测了1次、2次，现在是在测3次，这2根加起来是一个多方的拇指线。它是正常情况也是一样，就是跌得好好的，你可以第二天高开，而且直接收在这一个实体里面，说明这个位置也是有很强的一边支撑区。你尽量在这个位置以多为主吧。如果是有真的在做美股的一些朋友，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就是你的防守位啊。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的一个走势。以太坊昨天的这2根 K 线组，它谈不上一个多方的插入线啊。不过我们尽量去观察一下，以太坊现在是升级，也是进入倒计时啊。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个 Ultra 上面的这个时间啊，可能也是在下午。那我们要预测一下，它在这个位置现在是有类似一个多方的插入线，但是差了那么几点啊。真正的一半位置压力，就是说你如果收盘要过一半的时候，应该是要过这个1645啊。那短期我的观点是，你尽量去观察一下它还有没有压回。一般以前历史的一些经验，升级的当天它可能会跌一下，然后后面再上去啊。升级其实也是一个利好。那我的观点是，其实以太坊一直都在看多，有可能整个中线它是时间没有整理到位。前一波的这个位置当时是有判断，如果这是一个左肩，这下面是一个头部啊，就是头嘛，头肩底嘛，然后这边是一个右肩，右肩的时间现在是拉得非常的长哦。尽量超短线，你如果要去留意，就是这个低点的位置，现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其实就是前一波这一个多方的脱模的这个低点位置，你如果拉直线过去，就是这边不是有2个，可能有很多高手是讲这是一个头肩点，其实有时候只是看成一个整理区间啊。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大约就是在1500到1550点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